姐，庄老师。我来看你说的那个病人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庄老师，那个病人陆老师带到急诊了，我刚把他的既往病历调出来，正准备送去呢。怎么？现在不害怕他了？陆老师他也是直脾气，我之前那么笨，那么不用心，也难怪他骂我。看来发生改变的不只是他。我替你送过去。哦，不用了，我怎么能让您跑腿呢？你忘了，我今天上午没有工作安排。这样吧，你先扶他出去走一圈，如果觉得头晕、恶心、想吐，就立刻停下来叫我。好，走。哎呀，你慢点儿，你都看不见了，你还迈那么大步，你不怕撞着啊？哎，等会儿，让大夫先走。好，没事儿，你先走。谢谢大夫。哎呀，让你慢点，你也不能挪呀，快点走，我不是你那么怕你。前面没人，有人我就告诉你了。你说我以后嫁人了，不会变成他那样吧？我这半边脸可还疼着呢。我知道啦。你拿的什么呀？楚军找我，说他在门诊接了个患者，情绪特别反常，想让我看一下。这个患者赵静说你接到急诊了，我把他的既往病历给你送过来。哦，你还有功夫替他跑腿呢。主要是我今天上午没有工作安排，找机会过来看看你。是院务会安排了对你的调查，你才轮休的吧？确实是半年前查出的高血压，一直在用利血平降压。利血平引起的抑郁，近几年已经不算是罕见了。他在门诊的时候血压并不高，也没有高血压病史主诉，是楚俊在问诊的时候发现的，还能及时跟进，向上级求助，真不错。我是真心夸他，最近有进步，你别紧张。哦，是，有进步。我给神内打一个电话叫会诊，这儿没你的事儿了，回去吧。刚才出门那个病人怎么回事？哦，那个很蹊跷，说是早上在家摔了一跤，脑袋撞墙了，眼睛就看不见了。但其实他除了枕部有一个3×3的血肿，其他检查一切都正常。神内的大夫都在忙着呢，现在没法会诊，先观察着呗。你怎么还是什么都看不见啊？要不算了，我们去眼科医院看看吧。你要不是眼睛出什么问题了？哎，你眼睛疼吗？你要是疼，可得跟大夫说啊。别动，我来看看。进来。院长，有个事儿我解决不了。又怎么了？庄大夫手术停了，剩下的几台中，有一台的病人家属怎么都不同意，坚持要让庄大夫来做。你没告诉他，庄大夫什么时候恢复手术还不一定呢。这话我都说过了，可他们说愿意等。我看看。这不就一个简单的肺癌切除手术吗？任何一个副主任医师都可以做，为什么非得庄大夫做呢？病人家属现在只信任庄大夫，别的大夫他不认。现在是手术最佳时期啊，院长，要不您跟医务处商量商量。这个，你告诉他，仁和医院的院长、胸外科主任亲自给他做，这总可以了吧？好，我现在就去。
我知道您刚才已经跟我们急诊大夫讲过了发病的过程，不过呢，我需要您再重复一遍，因为我们神经科注重的角度跟他们急诊有所不同。我就是今天早上摔了一下，没什么。那怎么摔的呢？不小心嘛，就摔了呗。突然跌倒，可能是病变造成的眩晕和平衡失调，甚至会导致晕倒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他肯定没问题，大夫。早上他还好好的。我们就是吵了几句嘴，一着急就摔倒了。如果是血管畸形，情绪激动就会造成血压升高，导致出血，那我们就得检查一下脑血管是不是发生了病变。这样吧，你们跟我转到神经科去吧，我给你们做全面检查。哎，大夫，不用转，他肯定不是那个什么，你就仔细查查他这个包就行了。他就是摔了一跤，撞墙上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可是 CT 片没有问题啊。如果你们继续这么观察下去的话，会耽误治疗，这也是我们的失责。我都说了我没什么事儿，大夫，我就是摔了一跤，我自己摔的。好吧，好吧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建议你们还是继续做几项无创检查吧。颈部 B 超、经颅多普勒彩超、TCB、CTA、MRA、MRV。如果一旦发现可疑病变，我们还要做有创性检查，全脑 DSA， 还有哎，算了，大夫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他这个脑袋是我打的。我们早上不是吵了几句嘴吗？我一生气就拿平底锅给了他一下，就打到后脑勺上了。不看了，他胡说，我不看。我没胡说。哎呀，你就别犟了，跟大夫还不说实话，咱怎么看病呀？这事儿是我错了，我以后改还不成吗？你还能改啊？你从结婚就这样，你改得了吗？打就打了，你还跟外人说，你不嫌丢人呐？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激动对病情更不利。先坐下，来。这。大夫，他这个能治吗？能。有种特效药，就是贵，治愈率有7、8成吧。贵也治，花多少钱我们都治。自费。一个疗程10针，一针4500。4500？哎呀，4500没问题，我带着钱呢，我现在就去交钱去。我先看看够不够啊。那我给你们开处方啊。去拿药吧，先买1支。翻盘。松冰豆。好，院长。好了，休息一下吧。好，杨院长辛苦了。啊，我知道，你们今天来是为了观摩庄大夫手术的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们失望了哦。不，能看到杨院长您亲自主刀，更是荣幸。是啊。老于啊，你在你们当地医院也副高好几年了，这次进修回去，能升个正高吧？跟院长您没法比。这次镀金回去，升个副院长。杨院长刚才太匆忙了，也忘了开录像。你看这么宝贵的资料，还是应该留下来的。这种手术
拍什么录像啊？院长您太谦虚了，这个位置可是其他好多医院不敢做的。是啊，这里是仁和胸外，不是其他好多医院。这里的每一个副主任医师都必须能完成这样的手术，否则的话就不配待在仁和。来，按住。哎，这个药生效很快，这支推完之后，你的视力可能很快就会恢复。回家之后啊，再给眼睛上点药。啊。这药这么贵，真管用啊！好了好了，你病好了。哎呀，我改了，我以后真的再也不这样啊。行了行了，别说。既然一支效果就这么好，后面就可以暂时观察，不用打了。你头上这个伤，如果24小时以内出现恶心、呕吐，还是要到医院来就诊的。哎，我知道了，医生，谢谢你啊。谢谢。以后再发生这种事儿啊，不光要来医院，还得去派出所。你这是家庭暴力，明白吗？明白明白，我错了，大夫，谢谢你啊。快回家吧。啊，回家。哎，谢谢大夫啊，谢谢。谢谢。我也想到是癔症，但是不敢确定，更没想到癔症的病因是一口平底锅。你这4500的药管用啊？学会了，可是别乱用啊。我要先去观察室看看那个降压药副作用的患者。中午一起吃个饭吧。好啊。哎，还有事儿？庄大夫，如果你老婆那样，你能接受吗？我倒希望有一天，我和你也能打打闹闹，怎么也打不散。哎，老庄怎么这时候来看你？现在上班时间啊？他今天的手术都被停了，下午要接受调查。阿姨的手术都成功了，还揪着不放，杨院长也太过分了。为什么呀？杨院长人挺好的，这项目都给我批了。给你批项目就给他辩解呀，小人！快去。我就那么一说啊，他当初对付你我还能理解，可庄树是他亲自请过来的，干嘛非要收拾他？难道真的是为了行业规范，就把这么能干的大夫请走了？他真要把庄大夫给开了，不就是做个调查吗？看着架势挺大的，也许是当了院长以后考虑多了。哎，陆晨曦，你有没有问过庄树，他们俩之间到底有什么过节？怎么就闹成这样了？他这个人瞒着我的事儿太多了。妈，您不光是胸科问题，还有精神的问题呢。幸好人家楚医生人细心。我跟您说，以后那利血平您不能再吃了。他脓胸的具体原因，等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我再去找你。不用了。今天我发现，可以放心的让你管病了。真的吗？你合格了。我真合格了。你不再像刚来时陆大夫反感的那个样子，只会应付差事。病人要求输血，你就去让上级大夫签字。也不像我刚带你的时候，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表现给我看。
那我现在呢？现在你已经能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去帮助患者。可是今天这个病人，我只是觉得他奇怪，可完全没有想到可能是因为降压药的问题。多亏您和陆老师。那他换了药，他能好吧？能不能好，我现在不敢说。做大夫就是要凭知识和经验去帮助病人。知识和经验越多，正确判断的可能就越大。可是在这儿，他们的病是由庄大夫、陆大夫还是楚大夫治好的，其实没什么区别。你在今天的位置上做的也很好。庄老师，如果调查结果出来，您要对超低温疗法负责，就是说，您要离开仁和是吗？离开了又怎么样呢？你们都不断的在成长，即使我离开了，这儿依然有很多好大夫。我爸买的，吃吧。你怎么不吃？不想吃。味道不错。下午调查你准备怎么说啊？实话实说。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？就算吧。下午开会你还吃蒜啊？好吧。听说除了常规调查组，还请来了院里的合作律师。要不你也请个律师吧？到时候你就说，我律师来之前我不回答任何问题。陆晨曦，美国电影看多了是吧？要不你去找杨帆吧，我跟你一块儿去，服个软儿。我跟你说，当初我被人从胸外科赶出来，就是因为抹不开面子嘛。这种时候你学我干嘛呀？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过，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实话实说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。今天我想试试。这么矫情，这么固执，我是怎么看上你的？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来，包治百病。都在这儿干嘛呢？我们正在说
20床新收来一个患者，抗结核用药效果不好，还患有肺大泡，所以我们想，你不在办公室说，跑我门口来讨论。我们刚讨论完，陆部长。哎，对，是。好吧，那你接着说吧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庄树医生，你的所属科室是什么？胸外科。专业领域呢？心肺联合移植，肺和纵隔恶性肿瘤的治疗。所以创伤急救不是你的专业方向？不是。你对伤员程璐的急救治疗是接受了急诊主任的委托，还是你的上级，比如杨帆院长的指派？都不是。是在现场负责抢救的陆晨曦大夫，也就是伤员的女儿，向我求助的。据我了解，陆晨曦大夫是急诊主治医生，他本人并没有指派你参与抢救的资格。是的。在你决定使用注入冰盐水的治疗方法之前，有没有向院内创伤专家，比如急诊马主任咨询过意见？没有。那么，你有没有请示直接上级，比如大外科主任方教授，或者院长杨帆教授？没有。下面这个问题涉及个人隐私，你可以拒绝回答。请问吧。据我了解，主持抢救的急诊陆晨曦大夫是你的恋人，对吗？是的。也就是说，当天陆晨曦大夫向你求助时，在没有请示任何上级和创伤专家意见的情况下，使用将冰生理盐水注入伤员中心静脉的方法进行抢救，这完全是由你个人做出的决定，是吗？是的。庄树是我请到仁和来的，于公于私我都想保的，但这件事我真是控制不了。院里提出调查动议的时候，我就表过态了。但是几位专家是坚持的，话说得很难听，我也没有办法，不得不同意。但毕竟陆晨曦母亲的手术还是顺利的，而且陆晨曦既是主治大夫，也是患者家属，他都表态支持庄树。我看调查就有点兴师动众了吧？毕竟患者至今都没有醒，所以专家认为，并不能说这个治疗手段就是成功的。如果今后患者出现了意外，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低温疗法造成的后果。到那个时候，舆论指责我们仁和的领导，说我们听之任之，那可就是我们的失职啊。庄树在仁和医院工作这段时间，应该说是称职的、优秀的。
不能因为一次医疗手段有争议，就过分夸大他的责任。你看能不能把我这个意见在会议上传达一下？这些话我都说过呀，关键是我现在还兼着胸外科的主任。出于避嫌，我就没有参加专家组。您现在让我到会场，会不会让人觉得有点不公正呢？杨帆，副院长，您不是一向支持院里的专家开展业务讨论吗？您的这个指示一旦传达下去，将来如果再出现这种无视常规条例的治疗手段，我们还怎么管呢？副院长，副院长。在中国，我们会使用冰帽、冰毯等亚低温的方式，来减小重度创伤患者的创伤程度。但是像你这样把0度生理盐水注入患者的中心静脉，超低温保护心脑，这种方法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。请问庄医生，这是美国创伤抢救的常规吗？不是。你曾经使用过这种方法，成功的抢救过伤员吗？没有。美国有没有这方面的成功案例？有严格的适用规程吗？没有。那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信息，使用这个方法呢？源自于学术会议中的讨论。创伤专家们提出的人造休眠，可以为大出血，而且暂时无法立即输血的伤员争取时间。这方面的研究，匹兹堡中心和波士顿中心的创伤专家都在进行，只是官方数据还没有公布。也就是说，你把一个只存在于讨论，没有任何准入原则、操作规范，甚至连临床实验数据都没有公布的方法，直接用在了患者的身上。大量失血休克的伤员，保持体温很重要。输入晶体液、胶体液都应该是温的。用冰生理盐水给重度休克的患者输入，这与我们基本的常识和常规都完全相反。庄大夫，通过今天的调查，我们对当时的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。由于你对患者实施了非常规的治疗手段，我们会综合你的职业背景、水平能力以及专家的意见，给出评定。希望你能理解。我理解。
如果几位专家有时间的话，能否听一下我的意见？当然可以，请讲。在抢救的当时，常温的晶体液、胶体液救不了患者的命。他当时已经失血2000毫升，1个小时之内根本调不过来那么多 Rh 阴性血。2位都是专家，请问用所谓的常规手段，可以保证心脑等重要器官耐受1个小时的缺血缺氧吗？我再请问几位，1个小时之内，我没有办法能够拿到6个单位的 Rh 阴性血，我该怎么办？既然无法输血，心脑等重要器官无法耐受缺血缺氧，必将造成不可逆的损伤。所以我认为，唯一挽救伤员的可能，就是造成非正常的状态，提高器官对低血氧状态的耐受水平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过，这样的治疗方式可能会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后果？我考虑过，但是我不能对患者什么都不做，任由他死。至今我不觉得使用这种方式有错，因为至今我实在想不出其他任何办法可以挽救患者的生命。对伤员使用常规方法治疗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，我们无从知道，因为你已经选择了超常规的方法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。事实证明，你的人造低温、人造休眠的方式并没有挽救伤员，而是把它变成了植物人。妈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妈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帮我给我爸打个电话，就说我妈有反应了。陆大夫，我们会议还没有结束。我妈妈有反应了，她要醒了。我要求庄大夫现在立刻去看我母亲。好吧。这儿我来，我给神内科打电话了，陈教授半小时后到。你找到他那儿电话打给他，你告诉他你妈妈第一次对外界刺激有了反应，然后问他对我们今后的治疗有什么建议。Hi, Owen. What can
Hi, Dr. Towner. This is Lu Chenxi from Renhe Hospital. My mom just responded. 你瞎溜达什么呀？还不赶紧帮着干活？陆大夫家装修的可真不错呀！等以后有钱，我买了房子，我也要请陆大夫帮我装修。美的你，等你有钱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。不好意思啊，来这儿住这么久，也没请你们来家坐坐。以后没事常来玩啊。这还是你家吗？你就说这话？来，没关系啊，他们欢迎你啊。谢谢。你怎么现在才想起来搬家呀？早干嘛了？我自己呢是不想回去住的，跟父母住在一起太不自由啊。但是杨雨怀孕了，需要人照顾，他妈也需要人照顾，所以我妈说了，你们都搬回来吧，一家人住一起也挺热闹啊。陈大夫，你也隐藏得太深了，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你家那么有钱。后悔了吧？当初还没来得及下手追我，就让杨雨把我给收了。你又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我就是好奇，你干嘛不早一点暴露你富二代的属性啊？你也不至于被甩那么多次了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陈哥呢是要找一个真爱他，而不是真爱他家钱的，这都是当下电视剧里惯用的套路啊，对吧，陈哥？这你们就想多了，啊，事实就是呢，我们家老头特别抠门，什么都不给我。他的观点啊，就是男人必须自己赚钱。你花老子的钱那是没本事，所以我平时过得穷嗖嗖的。我早说我是富二代，你们信吗？哎，我说，我找你们俩来是帮我干活的，你们管过没有？光听我说实话。我管了呀，我还叠衣服了呢。他没干活，就顾着自己喝，我也渴呀，给我拿一瓶。就这2瓶了。你给我。我不嫌你脏，我嫌你脏。我也藏了好喝的。干 ！Cheers。好喝。不错。行了，你俩。今天陆大夫的妈妈从深昏迷进入浅昏迷了，你们说对庄老师的调查是不是也该停止了？那还不停？患者都要苏醒了，还有什么可调查的？幼稚。停，肯定是要停的，但是停了之后又能怎么样呢？杨院长的动作是不会停的。你是说我爸要赶他走？对呀，这还看不出来啊？这次调查不是为了查一查庄树，是为了请他走人。即使这次阿姨醒了，调查中断了，以后还是会有别的手段请他走的，懂吗？可庄老师是我爸请来的呀，为什么要赶他走呢？这个嘛，天知地知，你爸知，我不知。如果庄老师真的走了，那陆老师得多难过呀！他俩现在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老庄走了，陆晨曦可以跟过去吗？这个你们就不要操心了。你们说，他俩现在是住2家，还是1家？这鸡贼啊！自己家锁门啊！哎呦，都怪我！我告诉他俩我回来搬家了。防住啊！拖进去啊！我去哪儿？好，打得很好，杨老，下次再来啊！我主要是不下来啊。OK，拜拜，下次见。有啥状态吧？哎，拜拜。打得不错啊，这没听你说过，美国街头球场混过了。一看你就不懂。
我这是标准的大学校园球。再嘚瑟，我让你回去打高尔夫去。怎么又是糖盐水啊？补充电解质啊。好吧。你不在医院陪阿姨，这么跑过来，你爸爸会不会不高兴啊？是我爸非让我出来，让我好好陪你放松一下。有话说话，叹什么气啊？好久不见，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，我看见阳光落在我左边，你的影子在右边。当我转身